说到 IKEA， 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超便宜的家具，像迷宫卖场，还是到底要怎么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IKEA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外交部已经帮我们问了瑞典议员，答案就是这样。瑞典是 IKEA。好，那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怎么念了，但是我怕有些人不太习惯，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用台湾人比较习惯的 IKEA 来介绍好了。那说到 IKEA 呢，大家都会想到他们要自己组装家具的特色。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还做研究发现哦，当消费者对一个商品付出的心力越多，越会给这个商品越高的定价。就算桌角有一点点歪哦，他们还是会觉得自己的桌子最赞。他们将这种认知偏误呢称作是 IKEA 效应。不过也有居家的设计网站调查发现，IKEA 反而造成了感情危机。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跟伴侣一起组装家具让人觉得很沮丧，甚至有12% 的人因此考虑要分居或是离婚。那我们先不论伴侣一起组装家具到底是不是个好主意，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IKEA 这家企业深深的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那 IKEA 到底是怎么从瑞典的小城镇崛起变成今天跨国家具业的龙头？他们又为何要大家自己组装家具呢？另外还有人说 IKEA 是被家具耽误的餐厅，这又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要看有深度有意义的好新闻吗？那就不能够错过由新世代年轻人发生的出生新闻奖今年精彩的得奖作品。拿下今年最佳新闻受众洞察奖的报道呢，从拾荒者的角度带出了台湾回收体系跟社会体制的问题，也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方。而最佳新闻策略创意奖的得主透过了水上活动玩家争取开放的故事，深入探讨了水域管理的矛盾之处。而最后是最佳新闻创新体验奖得奖作品，选择用游戏故事的方式汇集多名的拒学孩子和亲友的经验，让读者能够深刻的认识拒学现象。出身新闻奖认为新闻要真，但也要迷人。所以如果你喜欢好新闻，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看看今年优秀的作品吧。IKEA 的创办人名字叫做英格瓦·坎普拉，出生在瑞典的小城镇里面。坎普拉有阅读障碍，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聪明才智。他从5岁就开始做生意一开始先卖火柴盒，后来连圣诞贺卡、吊饰，甚至他摘的莓果、他抓的鱼都会一起卖。因为当地的杂货店不多，为了方便，大家都会跟他买东西。后来坎普拉更积极的拓展送货服务，骑着脚踏车把事业越做越大。1943年，坎普拉17岁的时候，他用爸爸给他的钱创立了 IKEA， 而 IKEA 这个名字就是用他的名字的第2个字母以及他成长的农场还有村庄的名字拼出来的。一开始 IKEA 什么都卖，从笔画框、皮夹、手表还有珠宝应有尽有，而他也不停的在找机会。后来他发现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在卖家具，赶快找到供应商加入这个战场。当时2战之后经济重新起飞，瑞典人民对于家具的需求量很大，新加入的家具品项卖得超好。坎普拉决定抓住商机，从1951年开始 IKEA 专心只卖家具。他当时定下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提供设计优良又便宜的家具给客人，为大多数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可是问题是 IKEA 所在的城镇距离城市很远，所以坎普拉灵机一动把家具拍照做成行路，让客人透过邮购的方式购买。在1951年，第一本 IKEA 行路出现了，并且在当时的瑞典发行了28万本。但他们又迎来了第2个问题因为行路上面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让很多人都忍不住怀疑，这个家具的品质到底行不行啊？所以坎普拉又赶快找了一间废弃的工作室，打造成展示空间，让客人亲自体验他们家具的质感。这个策略果然有用过了4年 ，IKEA 行路的发行量已经来到了50万本。不过 IKEA 的成长让当地的一些家具业者备受威胁，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对抗，除了禁止 IKEA 参加家具商战，还对供应商施压，不准他们卖家具给 IKEA。结果有些供应商顶不住压力，就真的不跟 IKEA 合作，有些则是换成不同的货车还有包装出货，以免被其他的业者发现。所以 IKEA 就面临到供货越来越不稳定，甚至没有东西卖的窘境。这个时候坎普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坎普拉心想，既然你们都爱卖不卖的，那我自己做家具总行吧。他先是聘请了设计师自己设计家具，接着因为当时波兰的人力成本比较低哦，坎普拉就进了很多的二手机器，运到波兰跟当地的制造商合作生产家具。没有想到这个困境带来了转机，这些 IKEA 自己设计、波兰制造的家具，除了有独特的风格，成本还只需要瑞典制造的一半。但坎普拉并不满足哦，他觉得一定还有地方能够再更省。有一次，他的设计师在运送家具的时候，随口说：“如果能够把桌角拆下来，就可以省下更多的空间。”这段话启发了坎普拉，他利用平整包装的概念，又成功的降低了运输成本。像是2010年 IKEA 调整沙发的设计，把扶手拆掉，包装尺寸呢直接缩水一半，后续要在沙发的卡车数量也少一半哦，售价就能够再降低1/7。而且因为 IKEA 的家具都是平整包装哦，让消费者自己组装家具，坎普拉又在省去了组装的成本，就这样子一步步的控制成本哦。IKEA 最后以超低价的形象成为了现在连锁跨国家具业的龙头。根据2020年 IKEA 公布的财报，他们的年营收高达了446亿欧元，创下了历史纪录。这个数字大家可能很难以想象哦，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们的经典产品来看看 IKEA 到底有多厉害。IKEA 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呢，可说是 Billy 书柜。设计师呢，就是刚刚启发坎普拉平整包装的那位。他打造的 Billy 书柜呢，从1979年开卖哦，至今在全球已经卖出了1.4亿个。换句话说呢，全球每100个人就拥有1.7个 Billy。而且 Billy 书柜的命名呢，也非常的有趣哦。一般来说，我们在命名产品的时候，通常会用数字来呈现这个次序的概念，像是 iPhone 14啊、iPhone 15。但前面有说过，坎普拉有阅读障碍，他很难记下这些数字，所以他决定帮产品取名字，赋予家具角色跟身份。比如说，有些产品呢会用男孩或女孩的名字，有些会用地名，有的呢则用功能来取。像是这个沙拉碗的名字，在瑞典语就是混合的意思。那 Billy 又是怎么来的呢？根据 IKEA Museum 的资料呢，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IKEA 的广告主管 Billy， 因为他曾经多次的批评说，他们部门少了一款真正的书柜。那除了家具之外呢，也有不少人分享自己去 IKEA 是为了食物。坎普拉有个名言呢，跟饥肠辘辘的人是做不了生意的。所以1956年 ，IKEA 在他们的商场里面开设了第一间餐厅，延续他们讲求 CP 值的风格。IKEA 用超便宜的餐点迅速的虏获人心。从此之后呢，大家去 IKEA 买家具，顺便吃东西成为了标配。但卖这么便宜哦 ，IKEA 可不是要做功德。根据 IKEA 前厨师长在问答网站上面的文章，他们背后的目的呢是想要强化 IKEA 物美价廉的形象。毕竟你可能不知道一张沙发卖多少才能便宜啊。一个热狗堡只要台币35元，肯定超便宜。此外呢，在他们的餐厅当中呢，瑞典烤肉丸是明星商品，每年在全球可以卖出10亿颗的烤肉丸，这个数字呢是 Billy 书柜总销量的7倍，所以也让很多人说到瑞典食物就想到烤肉丸。结果2018年呢，瑞典政府在官方的推特上面特别的澄清哦，其实烤肉丸并不是瑞典的传统食物，它是18世纪初期瑞典君王卡尔12世从土耳其带回来的食谱，所以它应该是土耳其料理才对。但这个消息呢，完全不影响 IKEA 餐厅的魅力哦。在台湾，甚至还有人会开玩笑的说 ，IKEA 是被家具耽误的餐厅。根据 IKEA 统计哦，台湾是全球最爱去 IKEA 吃饭的国家，有1/3的消费者会专门去 IKEA 用餐，而且台湾的营收当中呢，有12% 都来自于餐饮，欧美地区最多才8%。大家可能会想说，12% 还好吧？但如果把价格考虑进来，通常呢一张沙发至少要价几千甚至破万，但一杯 IKEA 咖啡才35元，而且还能够无限畅饮。想想看哦，要卖几杯咖啡才能够抵得上一张沙发，就可以看得出大家对 IKEA 餐点的热爱。但网络上面也有人觉得 IKEA 肉丸没有什么嚼劲，鸡翅太干，乐眼牛排又硬又难咬，一餐下来呢要花个300-400元，没有那个价值。但餐点口味可能见仁见智哦。不过接下来要提到的批评，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很多人都说 IKEA 便宜归便宜，家具品质却烂到不行。比如沙发会塌陷啊，网栏会变形，有些桌子呢还用纸板制作，一碰到水就完蛋。销量超高的 Billy 书柜更是众矢之的哦。如果在网络上面搜寻 Billy 书柜，跟着出现的关键字就是变形。很多人抱怨说放太多书，层板会出现微笑曲线，甚至还会直接垮掉。此外呢，11年前哦，也有台湾的消费者买了 Billy 书柜，闻起来觉得怪怪的，担心是一级致癌物甲醛，就写信询问 IKEA。这虽然获得回复说 IKEA 的产品涂料都
不含甲醛，但他还是不放心，送到经济部检验。结果呢，有部分的 IKEA 家具居然真的验出了甲醛含量超标，让很多人震惊。因为年代有点久远了，我们目前查不太到当时 IKEA 有没有其他的回复。但根据现在的官网资讯呢，他们表示说，甲醛本来就存在于天然木材当中，适度的甲醛含量对于人体不会产生影响。另外，他们也强调 IKEA 不会使用含甲醛的涂漆，并且呢，对于家具当中的甲醛释出量严格把关，确保所有的木质家具的甲醛释出量都低于欧规的标准值。那除了产品问题IKEA 公司其实也传出过不少的争议。坎普拉向来以节俭闻名，他对于缴税这件事情也非常的精打细算。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呢，他本人曾经因为抗议瑞典的高税率，在1973年移居到瑞士，直到2013年才回到瑞典。而至于 IKEA 的公司呢，坎普拉则创造了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来避税。他将 IKEA 拆分给荷兰的一个慈善信托基金和一系列复杂的控股公司经营，然后他对外宣称 IKEA 的财产其实是慈善基金会的，并不属于他。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呢，这些基金会公司实际上呢都还是由坎普拉家族控制，但合法的避税顶多是观感不佳。让很多人意外的是，2016年呢，欧盟发现 IKEA 涉嫌用非法方式规避了高达10亿欧元的税款。对此呢 ，IKEA 则主张他们完全遵守国际的税务规范。那实际上面的情况呢，还有待后续调查。我们团队的成员都还蛮喜欢逛 IKEA 的，因为它常常会给我们很多居家布置的灵感，以及对于家的美好想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去 IKEA 其实非常的花时间，明明只是要买几个东西，就常常要逛一大圈才能够走到。那万一不小心错过了，还只能够绕回去拿。这个展场呢，就像迷宫一样，让人走到心很累。那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呢，发现这种混乱感原来是 IKEA 故意制造的，为的就是要我们逛越久买越多。而且根据调查，有高达60%的结账商品原本都不在顾客的购物清单之内。这让我们同时联想到某些微妙的地方，例如 IKEA 常常会强调，在给客人美好生活的同时，他们也很重视地球的永续。只不过，当我们走进 IKEA， 看到很多漂亮的摆设、便宜的小东西，就会瞬间觉得哇，好希望家里有这些，忍不住就买了很多的商品回家。那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蛮矛盾的。一方面觉得这样子经不住诱惑的自己好像不怎么环保，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 IKEA 带给我们的购物体验很棒，下次还想要再去。那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 IKEA 的商业策略真的是蛮厉害的啊。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想法而已，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那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你会去逛 IKEA 吗？一次大概都逛多久呢？至少2-3个小时而且最后呢一定要吃他们的餐厅结尾，比顶多半小时吧，我都速战速决利用捷径东西拿了就走。至于我没有去过 IKEA， 第一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IKEA。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统一集团以及雅马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